有人用激光扫了一遍亚马逊，然后沉默了，不是因为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因为发现的东西太过不可思议。先说一个数字，1万到2万3千，这是科学家估算的，藏在亚马逊密林底下，至今没有人见过的古代遗址数量，不是1、2座，是1万到2万3千座。这片被我们叫了几百年原始蛮荒的雨林，地底下密密麻麻藏着整个失落的文明世界，而这一切是一把激光告诉我们的。这个技术叫 LiDAR， 全称激光探测与测距系统，原理不复杂，向地面发射激光，光打出去遇到物体弹回来，用光速乘以时间，距离就算出来了。密集扫描一片区域就能生成精确的3维地形图，关键在这里，它能穿透树冠。亚马逊的树冠层几十米高，遮天蔽日，任何卫星看到的都只是一片绿。但 LiDAR 的激光能钻进树叶缝隙，打到地面，再用软件把树全部删掉，就像按了一个消除植被的按钮，地底的每一条沟，每一处凸起，全部赤裸裸地出现在你眼前。科学家第一次用这个飞过亚马逊的时候，操控员的手是抖的。2022年，考古学家海科普吕莫斯的团队在玻利维亚亚马逊地区，从一片无边的绿色里扫出了2座城，不是遗迹，不是废墟，是城。面积最大的一处315公顷，相当于400多个足球场，里面有台地，有广场，有锥形的类金字塔建筑，有笔直延伸数公里的堤道，还有遍布全境的运河和蓄水池。时间线是公元500年到1400年。中国唐宋的那个年代，亚马逊深处有一座城市，人来人往，正常运转。考古学界沉默了很久，因为他们刚刚推翻了自己。过去几十年，学界有个几乎从不被质疑的结论：亚马逊土壤极度贫瘠，根本支撑不了大规模农业，没有农业就没有城市，所以亚马逊不可能存在文明。这个结论就是在这一刻被彻底砸碎的。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。2024年，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，在厄瓜多尔亚马逊的乌帕诺河谷，科学家发现了超过6000个人工堆筑的矩形土台和广场，彼此之间由道路相连，最宽的路有13米，周围是大片梯田和完整的排水系统。这根本不是一座失落的城市，这是一整个失落的城市网络。公元前500年前后，这里至少住着1到3万人。而且这个文明连续存在了将近1000年，整整1000年消失在树冠底下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你要问了，埋了2000年，怎么知道它就是2000年前的放射性碳定年法？原理是这样的，所有活着的生物都会从空气里吸收碳负14，这是一种放射性碳，会以固定的速率衰减，大约每5700年减少一半。生物死了，吸收停止，衰减继续。你测一测古代木头里碳负14剩余的比例，和初始值一比对，死了多少年就算出来了。LiDAR 告诉你在哪儿，碳定年告诉你是什么时候，两把钥匙一配合，2000年前的文明就活在你眼前了。然后有个巴西人做了一件更疯狂的事儿，遥感专家维尼修斯·佩里帕托把这套方法用到了整个亚马逊流域。他拿到了5315平方公里的 LiDAR 扫描数据进行分析，听起来挺大，但亚马逊是600万平方公里，这5315平方公里只占 0.08%， 就是在这 0.08% 里，他们发现了24处之前从未有人见过的大型古代遗址，24处 0.08%， 然后做外推估算，整个亚马逊盆地里等待被发现的古代大型遗址在1万到2万3千个之间，全部沉没在树冠底下，没有人见过，没有人知道。而且佩里帕托还发现了更令人心跳加速的一件事，这些遗址的分布位置和53种被人工驯化的树木高度吻合。翻译一下就是，那些古代人不只是住在雨林里，他们主动改造了这片雨林。今天你在亚马逊某个角落看到的某棵树，它长在那里，可能是1000年前某个人亲手种下的。这片所谓的原始荒野，其实留着人类的指纹。说到这儿，有个传说不得不提，黄金国 El Dorado， 那个让欧洲人发疯了几百年的传说。1542年，西班牙征服者奥雷利亚纳在亚马逊留下了一份探险记录，说他亲眼见过无数村庄、富饶农田、有城墙护卫的大型聚落。
后来的探险者按照他的路线进去，什么都没找到。科学界盖章定论，在吹牛，不可信。但从1541年到1617年，将近80年，一批又一批欧洲人前仆后继杀进去，找的就是传说中的黄金城。贡萨洛、皮萨罗、沃尔特、雷利爵士，一个比一个名气大，结果一个比一个惨，全部铩羽而归，还顺便对沿途原住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。到了20世纪，还有人在找。英国探险家珀西·福赛特把后半辈子全押上了，执念来自他反复研读的奥雷利亚纳记录。他给自己要找的城市起了名字，叫 Z 城。一路上只找到了小村庄，但怎么都死不了心。出发前给妻子写信，他写的是：你不用担心我会失败。1925年5月29日，福赛特第8次踏入亚马逊，此后杳无音讯，就此消失，再也没有回来。那黄金国到底存不存在？答案在哥伦比亚。El Dorado 这个名字来自哥伦比亚的穆伊斯卡人，一个从公元500年前后就生活在那里，至今仍然存在的民族。在他们的文化里，黄金是神圣的象征。每当新君王即位，要举行一场仪式，新王浑身涂满金粉，惩罚驶向圣湖中央，侍从们把黄金器物投入湖中供奉，新王沉入水中，金粉随水散入湖底，仪式完成。这位金光闪闪的君王就被西班牙人叫做 El Dorado 黄金人。16世纪，一位西班牙编年史家把这些见闻写下来，几百年口耳相传，加上欧洲人的想象力，一场神圣的仪式被放大成了一整座镶满黄金的城市，出现在地图上，人人去找，找了几百年什么都没有，因为那东西根本不是一座城。然后1969年，3位哥伦比亚村民在山上一个小洞里找到了一件黄金筏模型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刻着那个场景：一个浑身涂满金粉的人正站在筏子上驶向湖心。这就是真正的黄金国，不是城市，是一个人，是一场仪式，是一个民族对神圣的表达。但回过头来，那个被学界用来否定亚马逊古文明的终极理由——土壤不行，真的是一刀毙命的理由吗？不是，因为亚马逊的古代居民会自己造土，这种土有个名字，葡萄牙语叫 terra preta， 黑土。这是人工产物，把食物残渣和有机废料堆积起来，撒上木炭和草木灰，长期沉积，就形成了一种碳含量极高、异常肥沃的深色土壤。不是什么失传的古代秘技，直到今天，亚马逊的库伊库罗等原住民族群仍在用这种方法，他们叫它堆肥坑，世代相传。这件事的讽刺意味很强，学界说土壤不行，所以文明不存在。但那些不存在的古代人几千年前就发明了一套自己改造土壤的方法，造出来的土用到现在还在用。而且这种黑土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，它储存了大量的碳。古代人这种耕作方式，客观上把碳锁进了土地里，一锁就是几百年、几千年。但讽刺来了，这套被古代人精心建立起来的碳封存系统，现在正在被人类自己摧毁。亚马逊的森林和土壤储存着约1500亿到2000亿吨碳，相当于全球4到5年碳排放的总量。一片健康的亚马逊是地球真正的碳汇，持续从大气里吸碳。但到2019年，部分亚马逊地区排放的碳已经超过了它吸收的碳，从吸碳机器变成了排碳机器。2019年到2021年，亚马逊年均砍伐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。2024年，极端干旱引发的野火，仅野火这一项就向大气释放了约280亿到620亿千克的一氧化碳，是历史平均水平的4倍。如果这片雨林继续萎缩，那些封存了几百年、几千年的碳会重新回到大气层。几千亿吨不是比喻，是字面意思的几千亿吨。这个数字背后的气候后果，我们其实不太敢想清楚。再来说眼下还活着的神奇，亚马逊的生物发现速度快到让人眼晕。世界自然基金会一项为期4年的专项调查，在亚马逊雨林内部共记录了441个新物种，平均每3天就有一个新物种被写进人类的认知库。就在2024年，科学家在亚马逊找到了圆头鲶鱼、秘鲁的一种新附属、3种新两栖动物，然后还有一种新的蟒蛇。
这条蟒蛇叫北方绿水蟒，是目前世界上体型最大、体重最重的蛇类。最重的蛇刚被发现，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新出来了，好像它一直在那儿等着，就等有人正式给它立个档案。而帮助科学家找到这些的，除了 LiDAR， 还有一种更新的技术，叫环境 DNA， 简称 eDNA， 原理不可思议的简单，过滤河水。动物在水里游、鱼、蛙，还有陆地上的哺乳动物喝水，它们的 DNA 微粒随着水流往下带。你把河水抽过一层特殊滤膜，再做 DNA 测序，就能知道上游住着什么动物。不用追，不用拍，不用下网，你就坐在河边采几桶水，答案就在里头。2026年，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水生生态学家凯特琳·罗莫瑟团队用这个方法追踪了亚马逊海牛。这种动物在亚马逊水域有分布，但水太浑，它太难捉，几乎没有人能直接观察到。他的团队沿亚马逊河连续采集了13天的水样，不用冷冻设备，就靠一种保存剂常温保存，最终在中部多个地点成功提取到了海牛的 DNA。你不需要看见它，你只需要知道它在那里。说到这儿，我必须单独说一件事。亚马逊里有一些原住民部落选择不和外界接触，而且他们不想被打扰。这不是落后，不是孤立，是主动的、清醒的选择。这些人和他们的土地是真实活着的家园，不是等待被探索的神秘角落，不是背景，不是素材。正因如此，那些 LiDAR 扫出来的敏感遗址，坐标不公开，地点不说细，保护这些社区不是慈善，是基本的尊重。网上流传着一句话，说亚马逊有60%是从未被探索过的处女地。这话没什么大错，但它藏着一个很深的傲慢。这片土地对外人来说陌生，但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，它从来都是家。他们的祖先种了那些树，造了那片黑土，建了那些城，用一代又一代的口耳相传把故事留下来。我们手里的激光和仪器是一把手电筒，照亮了一部分真相，但照不到的地方不代表没有东西在那里。也许有些东西恰恰因为没有被照到，才保留着最完整的生命。最后，我想让你记住那个探险家福瑟特。1925年，他第8次走进亚马逊，带着“你不用担心我会失败”的豪言就此消失。他以为自己要去揭开一个秘密，但他不知道，他其实是走进了一个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、要古老得多、要真实得多的地方。只是那个地方选择不告诉他。而今天，他终于开口了，用激光的语言。